欢迎回来，我是大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22年10月29日早上08点07分，美东时间的晚上20点07分，一夜之间，比特币加密货币行情又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一夜之间呢，美股也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今天以及昨天发生了什么行情？为什么会突然就是反弹过后又下跌，然后下跌过后又反弹呢？来，我们在今天的一个行情分析当中进行一一的一个讲解。首先我们复盘，昨天我们在复盘的时候呢，比特币的价格大概是在这一带的位置，然后呢又回踩了一波2万，在回踩2万的位置过后，很多人都认为它要去跌到布林带中轨的19500带，或者说二次去试探底部，但是它没有，它刚刚好是回踩到了2万的支撑，也就是我们在复盘给大家讲第一个支撑，回踩这个支撑过后呢，又迅速的反弹起来，反弹到了20700一带的位置。那这是这一天一夜比特币发生的一个行情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走势呢？我们来看一下美股。美股收盘道琼斯反弹了828.52，反弹力度达到了 2.59%， 纳斯达克反弹309.78，反弹力度 2.87%， 标普500反弹93.76， 反弹力度达到 2.46%。来，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消息面使得美股这样子突然又转涨了啊？美国第三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初值增长 2.6%， 消费支出较上季度有所放缓。美国第三季度实际 GDP 初值实现今年以来的首次正增长，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贸易逆差的缩小。那经济学家预计并认为这个现象是暂时性的，不会在未来几个季度持续。它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或许在下一个季度又会就是变成负啦，或者什么什么了，然后这个又会影响这个市场然后市场又变不好它的言外之意大概这个意思。那10月27日周四呢，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在连续2个季度出现下滑后呢，美国第三季度实际 GDP 那个年化季环比初值增长 2.6%， 高于预期的 2.4%， 较第二季度的 -0.6% 和第一季度的 -1.6% 明显回升，创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新高。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季度以及第二季度都是负的，在第三季度直接由负转正，那这个增长呢，可想而知有多么的疯狂。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数据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比特币盈利地指数创1个月的新高，随着这波反弹呢，也使得一些人有了一些收益。那币安呢确认成为推特新股东，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也是证实成为推特了这个新股东。那我们也看到了，在熊市呢，这个币安的 CEO 以及马斯克他们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马斯克收购推特，那火币呢也有一些新的一些股东进来，虽然说他不确定他是对。然后呢，我们看到在熊市他们这一些大的人物去进行这一些操作是为了什么？是在熊市去布局，然后为了下一轮的一个反弹，或者说为了赚下一轮反弹的一个资金反弹的利润吗？我们看到接下来未来的3到5年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轮我们千万不要去错过下一轮，错过下一轮的话呢，那可能在进行下一轮的时候呢，你就是接下来的盘中餐，韭菜当中的韭菜。OK， 大家记住好了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好，那大型机构持有者和大量鲸鱼地址连续1年抛售比特币，从去年的11月份到现在也是1年的时间，差不多1年的时间呢，都在陆续的抛售。
抛售，然后使得比特币的价格就创了新低，或者说使得比特币的价格打折了。那么他们抛售过后，会不会在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去买入呢？毋庸置疑，价格低谁不买，对不对？大家看到现在币安的赵长鹏还有火币的 CEO， 还有就是马斯克，他们会在熊市去布局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端倪了，再过一段时间，或者说再过不久，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们真正，或者说去猜测他们去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对下一轮有什么样的变化。好。那在下一轮呢，比特币或者说加密货币市场会发生更加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说更刺激的行情。如果你错过的话呢，可能你在未来的5到10年当中，你就要去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反省啊。好。那我们讲完这一些消息面过后呢，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日内需要去注意的一些支撑以及阻力以及后市如何去操作。首先我们依然要去关注好就是2万的支撑以及19500的支撑。我们先以19000布林带的中轨作为一个近期的一个支撑。只要比特币不去跌破19500，那么回踩到布林带中轨带位置附近呢，都是我们去入场短线入场的机会。上方的一个阻力呢，就是21000到22000。我们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比特币还是蛮想去摸一摸，再一次去摸一摸21000，或者说它真的要去走我之前一直给大家讲的那一个反弹的趋势，反弹1-2个月，至少到这一带位置过后呢，在明年的时间再2次去确认底部，然后就真正开启了新轮的牛熊交换了。所以现在时间节点往往没有到，如果你想抄底的话呢，激进的可以去买入一些，那稳健的话呢，还可以耐心的去再等待1-2个月。你都等了1年的时间了，也不用再急于去着急这1-2个月。如果说你后面实在忍不住的话，你再看 MACD 快慢线有没有向上去穿零轴，如果有往上去穿零轴的话呢，你那个时候再去买也不是很迟。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日线级别的 MACD 快慢线还差一点就能够穿零轴了，会不会在震荡1-2天就完全的向穿零轴？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就是安全或者说可以稳健的回踩去做多。那现在还差一点啊。RSI 呢在61还在强势的区间， OBV 也是向上的。那现在4个指标呢就差 MACD 快慢线的最后一根线，如果最后一根线也能够向穿零轴的话呢，好，接下来一个走势就是我前几天给大家讲的至少反弹1-2个月能够来到24000、25000一带。好，那如果说19500支撑不住的话呢，那没办法了，只能说这一波的一个反弹行情也就是昙花一现而已。好，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呢也是跟比特币一样先是反弹过后呢，它又去回踩了一波，回踩到了这个1480，在回踩1480的时候呢，被美股拖住了，然后又迅速的往上反弹，又反弹到1575。从现在情况来看呢，它还是想再一次的去摸一摸1600的位置的。如果说以太坊就是这个第一个支撑1450，第二个支撑1400，第三个支撑1300。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布林带中轨的一个支撑还是比较强势的， MACD 快慢线也还差一丢丢就能够像去穿零轴，我们就可以稳健的回踩去做多为主。第一个支撑位我们就需要去关注好1450一带的一个支撑，也就是说如果 MACD 快慢线向上去穿零轴了的话呢，那可能回踩这一带就是我们去做多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还是有机会，或者说它是想上去摸一摸这一带的位置的，这个阻力位置就是1700到一个1750这一带的一个阻力位置的。好，那我们就关注好1450的一个支撑前低的一个，就是它这一次回踩的1480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说这个 MACD 快慢线它不能够向上穿零轴的话呢，那这一个反弹也是昙花一现而已好，那这个 MACD 已经出现
已经开始出现一个转折点了，有一根已经向上了，还差红色这一根线，很快啦啊，转折马上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啊。好，那今天的一个行情分析呢，就暂时先到这里。又到了周末行情，如果周末也能起飞的话呢，那么再好也不过；如果周末不能起飞的话呢，可能比特币以及以太坊或者说加密货币市场会去震荡2天的时间，然后在下周去选择一个方向。如果下周美股开盘还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的话呢，那么比特币和以太坊就会走出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向上走去试探阻力的一个剧本啊，比特币的也是一样的啊。好。视频下方有铁粉社群链接，大家可以点击链接加入铁粉社群。那么视频下方呢，还有我们的 VIP 实盘通道，下一轮的一个翻10倍打理计划呢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也想跟上实盘的买卖信号呢，那么可以加入我们的 VIP 实盘社群。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呢，那么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对后市有任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让我看到你的脚印。好，今天先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